欢迎收看纽约华人往事。大家好，纽约市府计划在布鲁伦宾城西区新建一个容纳150名男性无家可归者的庇护所，引发社区强烈反对。代表当地的州众议员寇顿23日携手上百名社区居民，在庇护所选址前冒雨举行集会，痛批该计划只是一桩市府和开发商之间的生意，对解决游民问题没有真正的帮助。23日上午，上百名由华裔、犹太裔等各族组成的居民群体，在位于槟城区巴斯大道2147号的选址前举牌示威，抗议市府在该处建造一个无家可归者收容所的计划。州众议员寇顿、选区领袖唐凤桥、市议员崔马克及其幕僚长李凯健等明代也在此举行新闻发布会，曝光该庇护所计划实乃一桩游民酒店生意的真相。寇顿指出，无家可归者不只是社区问题，也在全市范围内越演越烈，但当前市政府的应对举措并不能解决问题，不能真正帮到那些需要帮助和服务的游民。他表示，这些所谓的庇护所只不过是收容游民过夜的临时酒店，到了白天他们不能待在里面，肯定会流向街道。附近正是居民区，有很多公园和学校，会给民众的生活素质和安全造成负面影响。而且上百游民还要共用庇护所的餐厅和卫生间，这将大大加重新冠病毒的传播风险。更重要的是，该庇护所严重缺乏游民们需要的服务，目前市府连派遣1名社工常驻都不敢保证，更不要说给具有精神健康或有药物问题的游民们提供任何专业的服务了。然而市府现在搞的庇护所模式，导致很多开发商借机大发横财。各地的第三方 LLC 公司争先恐后把房产租给政府建庇护所，收取超高租金，自己本身又不提供服务，而是把负担全部转嫁到纳税人头上。庇护所项目就这样变成了一桩生意，给开发商们提供了赚取利润的机会。寇顿还指出，该计划还面临楼宇和土地使用分类规范的问题。根据土地使用法，当前选址属于居民区，不可以建设包括庇护所在内的临时酒店。市府以往一般会把庇护所建在商业区或者工业区，而该计划企图在居民区建庇护所，基本上只对运营商和业主有好处。他批评称，市长白思豪首个任期内治理游民问题不力，等到要竞选连任时才推出扭转潮流庇护所项目。过去4年间少有进展，等到任期的最后1年却仓促推广，准备在纽约各地新建90家新的收容所。如此巧合的时间令人深思。面对当地居民，寇顿再次强调，他们不是反对无家可归者，他们反对是因为该项目并没有给他们提供新家。无家可归者们需要的不是临时酒店，而是永久性的安全的解决方案，是更多的可负担住房、支持性住房和房屋补贴，以及针对性的服务和治疗。积极促成此次新闻会的华人团体布鲁伦南区居民互助会感谢寇顿议员和众民代挺身而出，为社区民众发声，同时也呼吁更多人参与网上签名请愿，联署网址在下面，目前已征集到超过11000个签名，希望居住在附近的大家可以多多参与，一起发声，拒绝建造流民庇护所。